今年4月，在石家庄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动物，那背影远远看去，让不少人以为这是一只受到良好照顾的猫咪。但倘若你贸然凑近，很可能被这种捕猎效率比老虎和狮子还高的优雅猎手攻击。后来，经过专家的观察，他们认为这头流浪在村落公路上的野生动物，并不是我国本土物种，而是来自遥远而炎热的非洲大陆，名叫叟猫。非洲的物种怎么会跑到石家庄呢？会产生威胁吗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叟猫是一种哺乳纲食肉目猫科动物，是猫科动物中最大的动物，体长约70到100厘米左右。看清它的正面后，你会发现它好像和别的猫不太一样，它不仅仅像一只猫，也像是一只迷你版本的豹子。它的皮毛橘黄，底色上有着点点的黑色花纹，耳朵部分也又长又大。动物专家说，叟猫耳朵占头部的比例是猫科动物中最大的。由于叟猫一般在晨间和夜间出行，它们需要注意到那些人类注意不到的动物，因此叟猫的耳朵能帮助它们时刻保持警惕，顺利发现躲在黑夜里的地鼠。和豹子相比，叟猫并没有像它们一样充满强壮的咬合力，但它有着极为修长的四肢，这让它在狩猎中占了优势。既然叟猫的咬合力不够强，那就需要捕猎技巧和足够的耐心来凑。当它们发现心仪的猎物时，不会立马跳上去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，而是一直盯着它，一动不动，直到对方开始慢慢松懈。一旦机会成熟，叟猫就会奋力一跃，通过自己爆发出来的弹跳力，径直跳向目标。而这时候的像地鼠和野兔以及大多数鸟类的猎物，几乎都逃不过叟猫的手掌心了。通过数据调研发现，叟猫捕猎效率非常高，成功率可达50%以上。而像猎豹、狮子这种比它们还要有杀伤力的动物，成功率却只有30%左右。还有的生物学家观察到，每只叟猫平均每年要杀死和吃掉6000只猎物，大约是4000只啮齿类小动物、200条蛇和100只鸟。所以说，叟猫是个天生的狩猎者，不靠蛮力，而是靠智慧。叟猫为什么会在我国石家庄城内出现呢？要知道，它主要栖息于非洲大草原，有时候在山地以及在湿地边缘的芦苇丛中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和其他的猫咪一样，叟猫也是独身主义者，比起团队合作，更喜欢单飞。一只叟猫就可以有15至20平方千米的领地，平时用自己的气味进行喷洒来宣示自己的领地。如果有一只叟猫感到自己的领地有其他的入侵者进入，那么它会毫不犹豫与对方打起来。更夸张的是，就算是在交配期间，雄性叟猫也不允许雌性共享领地。在个别的情况下，雄性与雌性相遇后会短期内结伴出游、觅食以及共同栖息。但一旦交配完毕后，雄性叟猫就会残忍地扔下雌性叟猫去找其他伴侣，只留下雌性叟猫艰难地抚养孩子。正是这样的一个独行侠，怎么会跑到石家庄的乡下了呢？当时有一些专家猜测，这应该是某个小区的人将叟猫当作宠物私自养。毕竟类似这样的案例之前就发生了不少，比如比较有名的一个案例就发生在2016年，一个徐州女大学生竟然参与了国家级保护动物金雕、猕猴和猎隼的饲养与售卖。后来这个团伙的异常行为被细心的警察发现了，即使这名女子说自己没有亏待这些动物，自己舍不得吃的牛肉还分享给他们吃，也依然无济于事。事后这名女子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其余几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缓刑，并处罚金共计16万元。这样的案例甚至还重新被搬出在荧幕上，江河之上就将这样的案例展示给大家看，让更多人知道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。所以这只叟猫是被人非法饲养的可能性也不小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，这只叟猫也可能是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，因为有记者注意到，在附近有石家庄动物园，在该动物园里有一些叟猫，它们的长相和那只潜逃中的叟猫长相一致，因此也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它是不是从这里溜出去的。不管是哪一种结果，都希望这只叟猫能够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地回家。关于这只叟猫的出逃，让当地不少平民感到非常担心。一些人认为叟猫和猫是不一样的，是具备了伤人的能力。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？这种说法是正确的。虽然叟猫的外形很可爱，但是它们是有野性的，
不管人怎么对它好，也不管它是否吃饱了，它要是一旦被激怒，也会毫不留情的反击。曾经有一名男子花了5万元买了一只猫，在饲养的过程中，这人觉得这只猫脾气太差了，不仅吃得多，还老是抓人。据该男子口述，他在买之前就知道这是野生动物搜猫，在真正饲养的时候才发现，这种野生动物真不是人能养的。这只搜猫每天至少要吃3斤肉，在家里到处撒尿标记地盘，还经常咬人打人，还发生过搜猫坠楼事件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他只能将搜猫关进卫生间里。所以那些觉得搜猫可爱的人可以打消这个领养的想法了。先不说它是国家级保护动物，真要养起来也是折腾人的身心，费用和心理健康都双大损失。也有人担心此野生动物在城市里生活，导致它们数量越来越多。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多虑了。真要这样，那全世界的野生动物都放到城市里来养，不就能避免它们走向灭绝的道路吗？搜猫虽然也会和家猫进行交配，但随着它们的一代又一代的繁殖，最后生出来的猫也就泯然众猫矣了。它们生出来的猫被叫做热带草原猫，也依然是一种很有杀伤力的猫。但是也别想领养它做宠物，因为按照相关国际公约，搜猫与家猫的杂交后代，从第1代到第4代均被视为搜猫原种，只有到了第5代才可以被认为是家养宠物猫。但该猫在外形上也已经和普通的家猫并无差异了。其实反过来讲，人类的生活环境也并不适合搜猫生存。因为搜猫作为独行侠，不喜欢小而逼仄的生活环境。再说，城市里也没有合适的猎物供给搜猫食用，所以也还是希望这个石家庄落单搜猫能够得到及时的保护。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样的情况去了解更多的动物，拒绝领养这些野生动物，不仅是为他们好，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环境而考虑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